今日的话题是表哥偷偷闻我内裤内衣怎么办？话题畅聊室精选了几位网友的评论，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来看看题主的描述，题主称：我是个已婚妈妈，有一天晚上，表哥突然对我说，有个事要和我说，又怕我骂他，后面磨叽了很久。他说他趁我不在家偷闻我内衣内裤，我的天，我还以为是他年少的时候的事，谁知道他说就是这最近，还说以后能不能闻。我言辞拒绝了，但令我无语的是，他让我别和别人说，但是我听他那个语气，肯定以后还想闻。我又觉得我要是告诉爸妈，他们肯定要和姑姑说，亲戚之间感情还是很不错的，到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相处，真的好无语啊！我要不要和他说让他改？我是直接爆出去还是不爆？主要是他都这么变态了，我怕他在所有人指责下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情来对我不利，我好纠结啊！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看到题主的描述，网友一评论道：看到这个问题，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前2天在大马路上看到的一幕。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小姐姐骑着电动车停了下来，她长得不错，上身穿着一件遮到屁股的裙子，还穿了一条短裤，脚上穿了一双带有一点点跟的小皮鞋，还穿了一双短黑色。突然在离小姐姐侧边的一个男生下了他的电动车，走到女生的面前，比划着在说什么。当时还以为那男生是哑巴或者是个路什么的，之后就看见那男生扫了一下那小姐姐的手机，真正的表演开始了。只见那小姐姐把她的2只脚的黑丝脱了下来，递给了男生。男生接过之后，就当场拿到鼻子上闻了一闻，随后慢慢的走到他电动车那里去。我看完整个过程才明白，原来是黑丝痞的人在看到一样好东西的一个交易过程。看到那男生拿到小姐姐给的黑丝，直接拿到鼻子下闻的那个痴迷病态，我虽然感到一阵阵我心涌上心头，但也为那男生感到很惋惜。看他那个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呀，为什么偏偏就犯有这种病，而且还病得不轻，在大庭广众之下去做这种事情？想必他当时也是无意识也控制不了自己才会这样子做，最起码他会用买卖的方式去对待，而题主的表哥却是去偷他的内衣内裤来闻。这下一个意思不就是想和题主干点啥吗？这样不单我心，更多的是害怕。题主就应该把表哥的这个我心行为给他揪了出来，否则不定他以后就会做出让你受伤害的事情来。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会失控了。网友回复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之前还看到过有一批人专门高价购买女生穿过后脱下来没洗的内衣内裤和丝袜，有的女生1年卖这些大赚几十万。对此我只能说，珍爱生命，小心肺部真菌感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形形色色的异性癖，它们形成原因各种各样，都是青春期时无意中得到的性满足，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主要还是性教育没做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重视起孩子的性教育，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下面来听听网友2的故事。其实这种事我也干过，我偷偷闻过我表姐的内衣，没被发现。当然最要命的是，有一次我在校犯错误被回家反省，到家先在我妹房间睡了个觉，半夜因为对班上女生丝袜的手感好奇，便把我妹的丝袜穿上了。好巧不巧，那天晚上她居然回家取上课的东西就被看到了。其实我爸妈不允许我妹那个年龄穿丝袜的，那个也是她偷偷买的，所以没告诉爸妈。从此以后再也没理过我，和我的话也变得非常少了。我因为愧疚也不敢走进我妹的房间。你说我对我妹或者表姐有兴趣吗？绝对没有。就连要钱没钱要胆没胆的初中时期，也不想对他们产生什么奇怪的幻想。倒是我对一个小姨还挺那啥的，但也就是想想。所以这个分人分时间，如果是青春期，尤其那种没钱没资本没能力不能独立的时期，这种怪行为我觉得还是相对正常，对女生的一种好奇嘛。就像我妹也会把她喜欢男生的小水杯收起来当什么信物，其实和我的行为大差不差，但是这个你本人也很好察觉。就像我妹肯定知道我对她没感觉，我只是纯恶心人罢了。确实，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对异性知道的很少，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好奇心。
但这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家长们应该给他们向正确的方向引导。下面看看网友3的分析。你表哥的这种癖好应该是从小开始的，估计以前就是偷偷闻一下。他告诉你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发觉过，说明对你影响不大。但现在他主动告知你，言之表示后面想将这个癖好得到你认可，公开化，那性质就变了。不知道你和你表哥自小的关系如何，在我旁人眼中就是偷偷闻一下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想要更多。而过去的龌龊行为一直没有被质疑或制止，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也没有问题，表妹也是默许我的。那要是更进一步呢？你的女儿应该也能闻闻吧？我是男的，我的思维告诉我，你应该向你老公报备这个事，和他商量如何处理，并告知你表哥你们商量的结果，甚至让你老公和他单独面谈。这种事情找长辈去讲，反而容易误传和变质。这位网友进行了非常理智的分析，的确这是一种非常不合适和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内衣裤是私人物品，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如果被表哥闻了你的内衣裤，你应当及时与信任的家人沟通，让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希望他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因为这种行为而感到羞耻或不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尊严，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今天的话题到此就结束了。荧幕前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或是有什么有趣的经历，随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这里是话题畅聊室，我们下个话题再见。